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办的护身军刀2021军事演习已于14日拉开帷幕。作为美澳军事同盟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，护身军刀自2005年起每2年举行一次。原本该演习的初衷是美澳联合保卫澳大利亚本土，但是随着如今中美关系的变化，以至于演习也变了味儿。相比之前，今年的护身军刀演习虽说规模有所缩小，但是随着韩国的加入，不少人认为需要警惕美国借此打造亚太版北约的阴险目的。不难看出，美澳组织的这次军事演习就是冲着中国来的。就像澳大利亚方面所说的那样，演习的目的就是展现美国等盟友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军事实力，告诉外界美澳日等国家有能力遏制中俄，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，拉拢多个国家展开军事演习。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干，但接连组织军演针对中俄，足以说明美国在反华反俄的道路上已经陷入极度疯狂的地步。事实上，这些年来，航行自由这个词汇早已经成了美国搅局的借口，成了西方挑衅的专利，尤其是成了插手其他地区事务的一个专利。中方不止一次地警告过西方，不要试图打着这样的幌子闯入中国领域。可就目前来看，他根本就没有将警告当回事。既然如此，中国自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根据近日的消息，就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2021联合演习进行之时，有相关媒体透露，在澳大利亚东部海域发现了中国军舰。据澳大利亚媒体指出，一艘中国电子侦察船正在抵近监视护身军刀联合军演。甚至在演习开始之前，这艘电子侦察船就已经出现在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域。为此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表示，澳大利亚军方秘密监视这艘中国军舰好几天了。派出侦察船的目的很明显，中国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西方7个字：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们的军舰能到中国周边区域捣乱，为什么中国军舰就不能现身你们的区域？中国好说话，但不代表好欺负。美国总是以航行自由的幌子闯入中国的领域，让这个本没有恶意的词汇如今充满了危险的味道。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下，中国若是再没反应，西方怕是要骑到中国头上来。如今中国军舰现身澳大利亚海域，除了让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外，才是在释放出航行自由已不再是西方专利的信号。不得不说，中国这次干得漂亮。国人早就希望中国这么干了，美国还想着联合西方踹开中国大门，殊不知中国有所准备指导西方老巢了。这次是澳大利亚，下一次该轮到谁了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。针对大陆实施的一国两制，台方近日进行了民意调查，调查岛内民众对此事的态度。根据数据显示，有将近90%的民众进行了反对，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一政策。另外，甚至有70%的岛内民众认为，应该在疫情结束后严查大陆人士来台的申请。更是有90%的岛内民众认为，台地区未来发展及两岸关系应该由岛内的2300万人决定，而不是由大陆决定。调查中，仅仅只有少数的岛内民众认为台当局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，可见这会给台地区回归祖国造成很大的障碍。事实上，关于台地区是否回归祖国怀抱的问题，台当局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进行一次调查数据，而每一次数据都不出乎意料，不支持祖国统一大业的民众占大多数。可以说，现在的台当局早已经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蒙蔽了双眼，根本看不清什么是现实。中方多次强调过，祖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，这是任何人、任何地区以及国家都无法阻止的。台地区回归祖国大陆，不仅关乎岛内民众，也关乎整个中华民族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而台地区只是中国的一个省，这是历史以及法理事实，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虽说不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在岛内占据90%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对于中国14亿人口来说，这90%所占据的比例是非常小的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不管岛内人是否同意大陆统一，台地区的未来前途都只是中国人说的算，其他人、其他国家休想。当然了，或许大陆统一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不管是台当局引狼入室，还是美国推波助澜引狼入室，这都会造成解放军解决台地区问题、彻底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十分艰巨。可在大陆一直希望和平统一的背景下，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希望，我军也未曾放弃。例如在台当局进行民意调查之际，美军机4天内2次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闯入中国领空，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。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美涉台行动加剧不说，还与台勾结升温，无异于逼大陆动手。对此，舆论普遍认为，割掉损害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这颗台独毒瘤已经势在必行，或许是与舆论想到一块去了。就在美军机闯入台空域的次日，中国海事局发布消息，声称16号至21号台海将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，不断对中国的警告视而不见，试探大陆底线。解放军早已忍无可忍，如今台海进入紧急时刻，
解放军行动已刻不容缓，可以随时准备出手反击。总而言之，统一已是大势所趋，祖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阻止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。上周，古巴部分地区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活动，数以千计的参与者纷纷走向街头，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让不少人都对古巴这个国家表示深切的同情。作为一个小国家，古巴资源本就不甚丰富，民众生活并不安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其他国家本就不该出手干预其内部事务，但是美国却公然出手了，甚至帮助的还是古巴的反抗势力。据路透社的消息，在19日，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对他们披露，此前古巴或许并不是美国的主要任务，但是最近拜登政府却把古巴放在了首位。预计在不久的未来，拜登政府会正式对古巴进行军事介入，不过目前并不能透露其他更多的。其实说起来，美国出手也是有些预兆的。在古巴爆发抗议游行后，拜登很是风凉地说了一句话，要求古巴政府不要试图用暴力压制民众的声音，结果直接被古巴政府给怼回去了。作为常年被美国压制的国家，古巴从来都不惯着美国。对此直言，古巴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，因为自从特朗普在任时，对古巴实行了240多项制裁措施，直接扼杀了古巴的经济，以至于古巴在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毫无反抗之力。但以这一点来看，说美国是古巴如今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不为过。不过如今古巴本就面临危机，美国却还在一边说风凉话，甚至因为古巴的反驳，美国就要对其进行军事介入，着实有点令人感慨。小国无人权，没有实力只能任人宰割。美国一天一天的把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挂在嘴边，自己却永远都做不到，甚至把这些当作是可以利用的武器。从美国对待古巴的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一点，在面对没有实力反抗的国家，美国下手绝对不会犹豫。当年的中国若不是先辈们流血流汗，一点一点的攀登，中国也很有可能面临如今古巴的处境。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中国和古巴并不一样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美国对古巴随意干涉，也必须让中国提起警惕，因为美国会对没有实力的国家出手，那么也同样会对有实力但是不会动手的国家出手。切香肠战术相信大家都听过，这就是美国在一步一步蚕食中国底线，一刀一刀磨中国的忍耐度。当确定中国有所顾忌，不方便出手的时候，美国就会对中国举起屠刀。如今中国对待美国大多数都是谴责和警告，这对于美国来说并没有任何用处，不然就不会出现4天内2次军机闯台的事儿了。而对比俄罗斯，虽然美国会唆使其他国家对抗，却永远不敢自己动手，因为普京的几次出手就很明确地告诉美国，俄罗斯敢直接剁美国的爪子。所以还是胡锡进说的对，中国就该增加核武数量，因为在中国坚持小规模核武的时候，美国却如同豺狼一般紧盯着中国，找准时机就对中国下手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英国航母编队的动向备受世界关注。谁都知道，英国航母此次航行的重点在印太地区。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，印太地区开始成为世界新的战略热点地区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英国的此次行动是想通过在印太存在，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还有跟随美国挑衅中国的意味在。本以为这样的动作就已经惹得中国很不愉快了，但是没想到英国又再一次变本加厉地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，其危险程度比英国航母挑衅还要重。根据路透社最新报道称，日前英国和日本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称，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到达印太以后，英国将在该地区永久部署2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。单从永久部署这一词就可以明白这一事件的严重性。尽管声明中没有提到任何针对中国的字眼，但是明眼人都清楚，英国这是想借着挑衅中国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一旦这2艘军舰永久部署印太，即将会跟随美日一道开展军事演习。与此同时，这也意味着中国周边又会再多一个敌对势力的围堵。不过，对于这次英国军舰的部署，外界的指责声铺天盖地的而来。对于英国军舰部署地的日本来说，其国内民众表示十分愤怒，并且直接喊话英国不要像那些家伙一样常驻日本。所谓的那些家伙指的是驻日美军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明白，日本民众是十分反感别国驻军的。这一句话也同时得罪了英美2个国家。但是中国的态度却似乎截然不同，想沉在印太吗？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知道，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，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加入到美国挑衅阵营中去。先是日本、澳大利亚等接连做出罕见挑衅举动，而现在又是英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周边保持军事存在。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战略威慑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。尽管中国军力已经今非昔比，但是不清楚中国发展的人对中国军力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周边挑衅不断的根本原因。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，而此时远
远赴印太挑衅的英国军舰，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对象。另外，还有人表示，不列颠见证了香港回归，还想见证台湾回归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随着域外势力挑衅步伐的加快，中国的统一进程也刻不容缓。